Hello， 大家好，欢我是你，迎来到你宝贝指甲频道，我是 Peggy。我是亚瑟。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这个凡士林，大声一点，凡士林，凡士林。你要小心哦，不然到时候你变第二个艾丽莎莎。哦，这个我们讲话哈，一定是非常的客观公正，而且有详细的内容，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来，对，我们要讲凡士林，这集讲凡士林对，开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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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烂死了，好，开始。凡士林涂皮肤有用吗？凡士林涂皮肤有用吗？来，首先这个怕老板娘乱讲话，因为没看稿。没有。其实一般皮肤是可以使用的。了解。凡士林它基本上是一个强效用油的方式去锁住水分的。对，那在我们在一般皮肤的保湿上面，其实我是觉得有差总比没差好啦。对，这句话讲的真棒啊，对不对？不会变成亚瑟莎莎。不然你等下就变成艾丽莎莎。但是优质的植物油会更好。如果没有办法做到80分，至少有个55分。对啊，30分也好，总比0分好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细下来讲解为什么我们这么认为咯。凡士林是什么？来考你，凡士林是什么？凡士林矿物油啊。来，这样回答就弱了。来，专业的回答。凡士林是属于矿物油脂。我脖子看起来好短，没事。它是由石油提炼出来的石蜡然后当高纯度的时候可以当保养品，100%纯度的时候可以用于药品。了解。这个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看出来的。好，那谈到凡士林，我们常会谈婴儿油。客户常问我们凡士林婴儿油怎么用之类的。来，所以同场加印，婴儿油是什么？婴儿是什么？你要猜一下吗？是为什么要是什么？你就讲是什么就好了。是什么啊？哎呀，好矫情。较强啊！好，那你要猜一猜嘛？算了，不要。婴儿油，No。婴儿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矿物油，可是后来大家觉得矿物油太腻了，就加上了细油，细油不是细磷，然后之后又加上一些各类的合成酯，这种也是矿物油的一种，各种不同质地的矿物油混合在一起所谓婴儿油，所以每个牌子的婴儿油就擦起来不太一样。矿物油提炼出来的一个混合体，就谈到矿物油，我们就要谈一下矿物油的保湿。是。来，这边请问矿物油有没有保湿效果？矿物油就我刚刚有提到啦，你做不到60分的话，至少30分啊。对，所以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那矿物油是如何来保湿的？它的概念是什么？那就是覆盖在表皮而已啊。哇，你好聪明哦！你看我下一个 item 就是对，矿物油就是覆盖表皮外层。然后呢，用厚重的油脂去锁住水分呢？表面的水分。油本来就有分好跟坏，不能讲好跟坏。油本来就有分粗跟细，对，可吸收不可吸收。那它表面锁住水分之后，就可以防止我们水分的散失哦。而且矿物油还可以隔离它外界的一些物质。对，所以如果皮肤很糟的时候，其实它可以隔离外界的一些刺激物什么的。不知道，我自己不爱用，因为我觉得它会油浮浮的，我不爱。0分30总比0分好吗？对呀，对不对？不要一下做这么好。讲到这，我继续擦一下油。业配啊你！不是业配啊！我们中年妇女还可以有那个少女细致的皮肤，就是这样来。业配。来，随便。等一下让你业配来。所以这边要谈到矿物油的缺点。抖动了这部分我讲就好，免得变成要 stop 了。矿物油的缺点，第一个，它颗粒大，皮肤无法吸收。是。然后再来是，矿物油比较粘着，所以它不易透气跟排汗。对啊。所以说一些过敏的肌肤就容易阻塞毛孔。我就是属于敏感肌。对，敏感肌有时候不是只有脸会阻塞哦，它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嫩的地方也都会阻塞。还好啦，还算嫩。我们中年妇女还是有少年的皮肤。你连自己都业配进来，哎呀，卖 Peggy。那矿物油其实常常很多时候会添加在按摩油里面。
因为按摩油就是希望你按1小时都不被吸收嘛。对呀、所以说矿物油的缺点是这样，当然也是好处的话，可以加在按摩油里面喽。对呀、好，那来这边我们再回到凡士林。好，凡士林呢也是矿物油的一种，可是它比较特别一点点。来特别提一下，凡士林的原理是什么？首先，它也是在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而且它原本的用意就是要主角外界的空气跟脏污，所以说它可以保护非常严重的损伤。所以很多时候医生都说啊，你真的太严重了，你至少先涂点凡士林吧。哎，我刚刚讲了嘛，30分总比没有好。对，那凡士林涂完之后，其实它是不会吸收的，它是靠皮肤自行在分泌油脂去保护自己，而且也靠身体自行修复自己的损伤啊，所以它是这样的原理啊。好了，所以说就要谈到了凡士林的缺点了。想说凡士林又便宜又好用，其实是的没有错，OK，可是它有些缺点还是要提，那就是第一个，凡士林是表皮无法吸收的。我超讨厌那个油腻感。什么叫会有油腻感？因为它只会在表面，我不喜欢，我真的是不爱。皮肤的角质是无法去吸收的，所以它导致皮肤角质还是缺油的状态。而且在夏天黏黏的，好不舒服。不舒服是小事，我觉得更大的麻烦事情是它会阻塞毛孔，导致这个毛孔堆积皮脂。那有一些像是人嫩的皮肤可能会长痘痘或什么的。对这是它的缺点。所以说记得洗的时候洗干净不然阻塞你的缺点这样子。好，那我们进到最常客户问我们的问题啊，那就是指缘损伤可以涂凡士林吗？来首先官方讲法，请可以照着稿子念来。官方官方来，尽量避免开放性的伤口。再来，严重初期的时候勉强可以使用，可以隔离外界的伤害，改善效果有限，较难恢复到一开始的滑顺跟美观。官方讲法所以说官方讲法，所以说像图片左边这个就可以涂，它是可以涂的。I don't think so。可以涂，But not me。那所以说像左边就是凡士林是可以用的可是右边这张图是它涂了这个你宝贝的产品9天之后的改变。这张可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厉害啦，我挑一张特别厉害的出来讲而已。所以来下一个章节，凡士林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有很多替代方案，我们例如说什么绵羊油、植物油、蜂蜡、荷巴油、乳油、木果脂，这些都是替代方案。That's right。那我们现在讲便宜的，因为总不能一直都说买最贵的最好。当然我知道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买最贵的嘛，对不对？来，便宜的替代方案，来，绵羊油。绵羊油其实也还好，我以前住加拿大的时候，常常会 Shark 进店，你知道吗？但我们都会就是没得选的时候。但台湾就不是那么好，因为台湾比较闷对，它那边很干，那所以会常进店。对，可是绵羊油基本上是便宜实惠的一个羊毛脂。所以记住，绵羊油不是把绵羊杀了之后那个肉榨油，不是哦，它是它那个毛的那个油脂，所以它基本上是素的了素的它质地基本上它的大小介于矿物油跟一般植物油中间啦。这个保湿度跟滋润度其实都还不错，而且皮肤也可以少量的吸收。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比较除了质地大家可能不太喜欢之外，再就是它比较容易过敏。对，很多人对绵羊油是过敏的。台湾很容易，因为太热，它会闷热之类的。对，植物油会好一点。对，所以我们要推荐下一个就是植物性油脂。那我们请老板娘来念稿啦。是从植物里面萃取出来的而且它的分子也比矿物油小，然后呢，相对于它比较好吸收，那保护力呢会稍微弱一些，但是很适合修复的皮肤。哎呀，你念得好好哦。那念得这么好，我就让你业配吧，来。业配什么东西？业配你宝贝精油产品。对。我们的紫原油是由荷巴油跟各个植物油。不可以讲效果哦，这边记得只能讲这个。No， 不能讲效果，不能讲效果。来。那我可以讲说我们是不用台湾的吗？其实这些原料都没有台湾的。对啊，因为我们不是不支持，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取得最纯的。然后再来我们的万用膏，万用膏是用
膏就是有蜂蜡啦、可可脂这些，好白而且哦。我常常拿来擦护唇膏，因为我很容易有唇炎。其实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很多人拿那个，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嘴唇好了。我很容易有唇炎，所以我都会擦。就不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爱拿凡士林擦嘴唇这件事情，为什么 Because it's cheap。 ？OK， sure， whatever。所以说，如果说各位对指缘有很大的兴趣的话，一样哈，我们写过文章，也拍过影片，右上角的链接，分享给大家哦。右上角的链希望大家一起变好。一直查右上角的连接，右上角下面都有连接啊。来，万高也是，万高也拍过，对不对？对，大家都可以去找旧的文章。对，右上角连接下面也有连接，可以往前面点进去看。好，来结论，皮肤保湿有总比没有好。哦耶，你讲的好棒哦。如果说我们预算有限，然后也想要试试看的话，那么你真的没办法，那你可以试试看比较 cheap 的东西。对，像凡士林或绵羊油。对。而且说句实话，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使用凡士林跟绵羊油。像是因为我人胖，所以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都会把凡士林抹在那个大腿内侧，不会被吸收。我骑几个小时，它都不会被磨掉或吸掉。但是因为它就不会受伤。指缘受伤，我们不是不会。我们诉求不是不吸收，是要吸收。看用的方式啊，跟你的目的。但是通常指缘油跟我们的皮肤女生嘛，这指缘这么脆弱，当然是希望能够选一些比较细致的东西。绵羊油其实我有在用，你知道吗？我们家绵羊油用的蛮多的。我们家那个捕蚊灯，我跟他感情不是很好。我们家捕蚊灯啊，那个灯口都有涂绵羊油。那我吸蚊子的。对，蚊子就觉得是那个，就会跑进去。真的，我说我们家有绵羊油，也有凡士林，是真的。我比较不建议使用在我们细嫩的皮肤上。对，更进阶的话，就要使用这个天然植物油，对，跟真精油哦。当然不一定要我们的啦哈，只要品质够好就 OK。对，其实是要去给大家推广这个概念。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感谢 Peggy 老板娘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让她业配一下来。那你业配你自己来。我要业配了。2008年创立至今，是由 Peggy 去加拿大攻读指甲。我们台湾最资深、最专业，服务超过5000位客户，专攻指甲矫正的一个指甲店啊！我没有去，我并不是去加拿大专攻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移民啊，就在那边吗？没事。你讲话讲夸张点啊！你其实是不爱读书，你才不爱读书我有2个学士学位你说研究所吗？不想读什么语文研究所还是商业研究所，所以读些简单的混时间。你必啦，你才混时间。其实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移民，所以我在那边念书，我是属于 native， 那当然就是学费都属于负面的嘛，对不对算了，再见。 native 嘛，好了，那记得订阅、按赞、小铃铛，订阅、按赞、小铃铛，好，拜拜。拜。